近期我们在制作冰箱相关的科普内容时，关于冰箱的使用问题，我们找到不少有趣的评论。有一条评论突然是戳中了我们，长辈以为冰箱是时间停止机器，不知道小伙伴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？很多长辈对冰箱有着比较夸张的信任，似乎只要进了冰箱，食物就能保证新鲜，过几天都不怕。实际上哪怕是冷冻区的食材也一样会腐烂，会产生异味。只是很多时候冷冻区有各种各样的冷鲜腥味食物，气味混杂，无法分辨而已。也或者哪怕是变质，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。比如是月饼放了1年，只要不写保质期，光从外表也很难看得出问题。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，就是冷藏区里的食物，有的时候冰箱异味，其他食物的味道混一混，可能就会使一些食物腐败的气味没那么明显了。另外，不同食物的腐败味道完全不一样，霉味、酸味、馊味，各式各样的。有些人对有些味道也非常不敏感，一旦进了肚子，轻则做小半天的喷射战士，严重点食物中毒、急性肠胃炎等等就不好说了。这个时候冰箱反而成为罪魁祸首，毕竟要是没有冰箱，可能有些东西隔夜就进了垃圾桶了，根本就不会有入口的机会。那么作为家用博主，这类问题会不会有厂商注意到，并且给出一些有用的解决方案呢？荣升的517 Ultra 进入我们的视野，作为荣升最顶尖的产品之一除了搭载荣升顶尖的 IDP 全空间主动除菌技术之外，还搭载了非常独特的 IDP iSmell 质感双净技术。据说可以智能识别100多种食物腐烂后的产生的有害气味，而且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，还会及时进行预警提醒。这个功能确实让我们非常感兴趣，毕竟科技的力量往往比我们有用的多。很多长辈确实会更加相信机器的报警，而不是相信我们的推测。那么我们也是自费购买一台荣升517 Ultra， 测试一下这个 iSmell 功能到底有没有这么强大。首先呢，就是对智能识别异味进行测试。我们提前准备一些已经变质的食材，并且打开手机 App， 将这类已经变质的食物放进冰箱里面，然后慢慢等待，看一下它的预警功能到底实不实用。在我们等待了将近5分钟之后，手机 App 上就出现了提醒。通过实测，我们看到这个功能确实可以做到在冰箱里面有食物变质时，成功检测到并发出提醒。由于它是异味达到一定浓度后发出的预警，于是我又很好奇，如果是某些气味特别大的话，它能否成功识别呢？那我们呢也是找来几款臭名昭著的食物，看看517 Ultra 能不能正确分辨这类食物。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测试，将食物放进去后，我们同样等待了5分钟，但是手机 App 上却没有任何提醒。那么这也证明了智能识别异物功能的强大，能够让我们及时处理冰箱中变质的食物。有一点我们要提一下，实际上很多人认为除菌定位技术只有主动和被动之分，其实并不是的。如果我们要进行严格的划分的话，那么实际上除菌定位技术应该能划分成这几个档位。很大一部分产品实际上只能做到这一层，只局限在冷藏室这部分，因为冷冻室温度本身已足够低了，足以抑制大部分的细菌繁殖。但是细菌同样是有适应低温的细菌菌种，比如湿冷菌、李斯特菌、耶尔森菌等等。因此高端的冰箱会让自己的除菌功能也覆盖到冷冻室，不过由于低温也会牺牲很多除菌技术的效果，所以这样技术的难度较大。像 PST 加除菌、EPP 除菌都只能在冷藏室内使用。而如果我们再把筛选条件加上零线，那可以选择的型号就更少了，就荣升的509系列、荣升的517系列以及卡萨帝的505系列可以满足。荣升517 Ultra 配备了除菌进度可视化的面板，当你需要使用除菌功能的时候，只需要在面板上进行操作，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还能看到当前冰箱的除菌进度，而且不需要等待太久，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整个除菌过程。这个设计极大地增强了用户的方便性，操作呢也更加便捷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轻松使用。那么既然都已经到手了，只评测一下定位功能肯定是不够的，那我们再来全面看一下这一款荣升的高端平铁冰箱。首先外观上采用月光岩面板的材质，加上浅米色的岩石纹理，充满高级感的同时还多一份艺术气息，整体质感特别的细腻。做嵌入如有风格适配的橱柜，大概效果会更好。打开门后，内部也相当漂亮，采用了全镜面光源背板，整个内部空间都显得明亮通透，科技感十足。拿取东西时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楚。我们对冰箱整体尺寸和厚度进行了测量，整体高度是190厘米，而测量厚度是600毫米，和宣传数值完全符合。这个厚度可以嵌入大部分常见的家装橱柜不突出，完美实现橱装一体。而且冰箱采用了底部散热的方式，并不用担心两侧空间距离不够，从而影响冰箱的散热。并且冰箱门打开后，最大可以到108度。我们将门开到最大，并且分别测量了最长以及最短距离，结果分别是60厘米以及92厘米。这样的长度完全足够2-3个人同时站在冰箱的前面盛取食材。而内部整体的内饰以及色调，包括抽屉的仿岩石纹理，让冰箱整体风格十分的契合现代的家装风格。即便是抽屉式的冷冻层，也做了明显的分区，不仅空间大，还能有效分类各种食材，避免了像是鱼的腥味混进排骨里面这种尴尬情况发生。我们对冷冻室的温度情况也做了一些测试，
同时也测试了一部分肉类的温冻情况。我们使用专业的多路温控检测仪，将4个探针分别贴在2层冷冻室的内壁上，贴好后关闭冰箱门，并且开启仪器。而我们关闭冰箱门后，里面的温度需要重新开始制冷。根据我们的实际测试，冷冻区的温度确实可以达到零下31度，并且温度控制非常优秀，温差波动仅有2度左右。这个温度可以更大限度抑制细菌的活性，保质期可以延长3到4倍。我们也找来了对冷冻要求非常高的肉类以及海鲜做测试。我们拍摄了相关食材冷冻前、冷冻后、化冻后3种状态，冷冻时长为6小时。我们观察到化冻前后的肉质并没有明显的变化，表面颜色饱满有光泽，保持了比较好的弹性，也没有黏腻的感觉。化冻后几乎没有血水。冷冻虾在储存过程中温度不够低，又或者是不稳定，很容易就出现虾头发黑甚至变质的情况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找来了鲜虾做了实测，在存放6小时后取出并化冻，可以看到没有任何发黄发黑的迹象，和冷冻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而且温度越低，可以更大程度减少脂肪分子的相互作用，从而减缓氧化过程，延长肉类的保存时间。而负31度的低温也不用担心破坏食物原有的细胞结构，解冻之后的食物色泽以及口感依旧可以保持原味。荣升517 Ultra 提供了5个功能性抽屉，拥有可以存放大块食材的大抽屉，不管是一整条鱼，又或者是一整只鸡，都可以轻松放进去。还有无需切断就可以储存的，像是大葱、韭菜这类长条蔬菜。而有干湿可调抽屉以及生鲜微冻抽屉，满足一些食材的特定存储需求，像怕反潮的干果、怕脱水营养流失的果蔬、需要特定温度储存的乳制品、马上要食用的肉类，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区域进行存储。OK， 那整体的测试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作为荣升最强的平行冰箱，特有的 ICE 妙技术确实非常实用，可以提醒我们及时丢掉冰箱里面已经变质的物品。配合全空间的杀菌技术，也可以更全面的保障冰箱的保鲜效果，极大程度的降低健康风险。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如果你同时对除菌、嵌入有需求，再考虑到成本和容积的问题，那么毫无疑问荣升将会是很多朋友更合适的选择。荣升509 Ultra 保留了荣升517 Ultra 全部的除菌净味功能以及内外配置，最大的区别就是门体结构上从法式门变成了十字门，冷冻区的横向空间变小了，但是储存分类会比法式门更加精细一些。此外，还有88升的变温储存空间，可以结合自己家里面实际的生活情况来做选择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还有什么想要我们实测的家电又或者是技术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期再见。